我花了3个亿买了一艘游轮，准备到海上苟着躲避丧尸危机，因为我知道无论是乡下还是山里，只要是陆地肯定不行。谁知道丧尸爆发持续多久？如果持续时间很长，沦陷只是迟早的问题。当我睁开眼，看到我穿着睡衣躺在自己床上，周围没有丧尸的哀嚎，我仔仔细细检查全身，又看了一眼时间，我确定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丧尸爆发的2个月之前。我发疯般冲出房间，抬头就看到跟我一样神情的爸妈。光交汇的瞬间，我就知道爸妈跟我一样重生了。太好了，我们都活着。我们3人紧紧抱在一起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嚎啕大哭着，哭嚎声响彻整个别墅。我哥顶着他那个鸡窝头走出房间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，不知道我们是在干嘛，而我们也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。上一世我们一家人就是被我哥这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绿茶女友害死。这个绿茶女可不单单外表看着那么简单，她为了霸占我家的别墅和物资，把我哥推进了丧尸堆，然后把我的丧尸化哥哥和我们关在一起，最终我们死在了自己亲人手上。也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吧，让我和我爸妈都重生了。在试探我哥几次后，我爸恨铁不成钢的多看了我哥一眼，嘟囔一句我怎么生出这样一个傻儿子。和我妈对视一眼，也有点同情我哥作为上一世的恋爱脑，顺带坑了我们一家的他，是唯一一个没有重生的。现在的眼神依旧和上一世一样，带着清澈的愚蠢。我们也叹了一口气，在像饿死鬼一样好好吃了一顿后，我爸我妈以及我作为主要的核心人员默契的进了书房开会。刚进书房，我妈又忍不住抱着我爸和我哀嚎，我爸尚存理智，对着我妈好一阵安抚，而我在旁边活像一个电灯泡。毕竟在我爸看来，我是家里最坚强的女孩子，至少比我妈坚强。上一世在别墅里苟活的日子里，就是我充当家里的保安，甚至用棒球棍活生生敲碎了丧尸的脑袋，那一幕直接把我妈吓傻了。我轻咳几声，我爸和我妈这才尴尬看着我。几分钟的沉默后，还是我先打破平静。爸妈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2个月，这次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。上天给了我们重来的机会，我们可要抓牢了。我用一副老成的口吻说道。我爸我妈赞成的点头。我继续说吧，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准备搬家吧。我们去山里，谁也找不到我们，丧尸也不会去。不行，陆地不行，谁知道丧尸爆发持续多久？如果持续时间很长，沦陷只是迟早的问题。我爸的商业大脑终于转起来了，沉默好大一会，海上我爸和我异口同声道，我记得上一世世界联盟中心的基地就是在一个海上的母舰上，丧尸不怕水，但是也无法长时间在海上存活，那里只接收各国元首级别以及有特殊能力的人，普通人只能在陆地上的基地苟活。而我们一家上一世甚至还没有出发去基地，就被我哥的绿茶女友投喂给丧尸了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家决定去海上苟着，我们准备买一艘船。我和我妈举双手赞成。就在我们讨论买多大的一艘时，我爸沉默了，他的目光盯着窗子外面，那是石叔叔家吧？我们告诉石叔叔吧，我们2家一起走。我爸没有说话，但是我知道我爸已经下定决心了。要说除了我们一家之外，我爸最挂念的人恐怕就是石叔叔了，毕竟石叔叔和我爸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这种时候我爸不会放弃石叔叔一家的。当初2人一起从农村出来，没什么文化，打拼了好几年后，才好不容易凑钱开了一家纺织厂，也才有了今天。可以说2人前半生的轨迹中都有彼此，之后更是一起娶了老婆，打拼家业，所以说2人是亲兄弟一点不为过。这后来因为2人在生意上意见不合，不知道怎么的，2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。偏偏2个中年人都心高气傲，谁也不打算低头，硬是做了3年不说话的邻居。不对，对于我们倒是影响不大，我妈照常和石阿姨天天喝下午茶，而我依旧雷打不动，是石叔叔唯一的儿子石少恒的跟屁虫。要说为什么，当时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但仅仅因为我比他小3岁。我考上他读的初中时，他毕业了，我一咬牙再考上他就读的高中，他紧接着就进入了大学。我总是因为3岁之差晚一步，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到我痴迷追随他。高中时我定好目标，只为考上他所在的大学，抛开所有的娱乐时间，扎进学习里，梦想着我可以在大1的时候站在他的身边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我喜欢他，除了他。但很快，我长达10年的追随结束于我高考完的夏天，看着穿碎花裙的少女依偎在他身旁，我在心中800字的表白淹没在嗓子里，最后淹没在心里最深的地方。最后我还是没能站到他的身边，我果断选择逃离，报考了北方的大学。3年的世界里没有再见，直到丧尸爆发，我们一家被我哥的绿茶女朋友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我看见石叔叔和石少恒拿着大铁锹就冲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向我们大喊。石少恒眼睛红的恐怖，我闭上眼睛的前一刻，依旧清晰看见他发疯一样向我狂奔而来，但是我最后还是死在了丧尸口中，不然也不知石叔叔一家最后怎么样了，石少恒怎么样了。所以这一时，我和我爸妈打算把真相告诉石家。在我爸进行了10分钟心理建设后，我们3个人敲响了石家的大门。石阿姨看见我和我妈，笑得像一朵花一样，看见我爸时明显一愣，但还是热情地把我们邀请进去。坐在石家的客厅中，我看着2个中年男人黑着一张脸喝茶，谁也不理谁，顿时觉得很好笑。我忍了好大一会，眼看我爸没有开口的意思，我还是先开了口。等我把上一世的遭遇说完，石家人像看精神病一样看着我。石少恒摸上我的额头，发烧给脑子烧坏了吗？我瞪他一眼。石阿姨在一旁一脸心疼地看着我，毕竟我在她心里跟她干女儿差不多。我有点着急，但是我相信石叔叔会相信我的，因为上一世他们家早开始囤货，还给我家准备了一份，也是靠着石家送来的东西。我们家在丧尸爆发后活了3个月，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资源，我们被我爸仇家盯上，串通我哥女朋友，导致了我们一家的惨死。所以来之前我就猜测石叔叔应该是知道些什么，不然上辈子也不会提前有了准备。果然，我看过去，石叔叔一脸严肃地思考着。我爸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时间过你说话呀。石叔叔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爸说道。我相信前2天星汉给我打电话，说漂亮国爆发了一种病毒，两国军方全面封锁消息。虽然现在感染的人被控制起来了，但是似乎情况不太好，嘱咐我们最近不要出国了。我心里一沉，石星汉是石少恒的堂哥，早早考进了军校，现在据说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员，很厉害的那种。他说的话肯定是有一定可信度的，石叔叔肯定也是这样想的。最终可能因为石叔叔实在太过于了解我爸了，知道我爸不是莽撞的人，所以石叔叔果断选择相信我爸，并打算一起做准备。在我们说出买船的想法时，石家人也没有反对，甚至有点兴奋。那你们想过没有？没人会开船啊！我妈的声音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大家都沉默了。最终我爸和石叔叔决定去学开船，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希望来得及。我们2家打算把所有资产变现，换成可以在末日生存的资源储存起来。我们2家多年家产加起来，差不多有10个多亿，应该是够了。分工也很明确，我爸他们学开船，我和石少恒准备吃的，我妈和石阿姨则是准备生活用品和药品。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时，我那个傻哥哥还在忙着谈恋爱。我这个时候才想到，其实现在最大的麻烦是我哥那个绿茶女朋友。我哥虽然傻，我们也不能放弃他，但是要想带走他，我们就得先解决掉他女朋友。苦口婆心的劝说肯定不管用，毕竟上一辈子我妈就尝试过了，根本行不通。于是我们打算来点极端的，让我哥看清他的真面目，避免这2个祸害捣乱。我爸首先就抛售了自己手上所有的资产，包括基金和股票，以及我们现在住的别墅。然后在我哥把他女朋友带回家吃饭那天，一群凶神恶煞的人上门要债，把我哥腿肚子都吓软了，一脸不可置信。而绿茶脸色也很不好看，好不容易用家里搜罗出来的首饰打发掉人之后，我妈开口了：听说你爸有一个矿，这些年应该赚了不少钱吧？你看我们家这个情况，可以问你爸借点钱吗？绿茶脸都绿了，但是当着我哥的面也不好说什么，只好应付道：阿姨，我回去问问我爸。我妈千恩万谢地拉着他的手，我看着绿茶脸上精彩绝伦的表情，高兴的不行，但是面上没有表现出来。我们上意识就知道，他爸其实就是矿上一个看门的，而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硬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富二代，而他的包装费全是出卖身体的来的。他很聪明，完了几年后准备找接盘侠，太有钱的豪门根本看不上他，他的身世只要别人一查就能知道，所以他不敢沾染，勾搭上40、50的老男人，他又不甘心，是把目光对准了我哥，母胎单身，纯情好骗，家里还有点小钱。我们想着他这一世在知道我们家没钱后，肯定离我哥远远的。我哥那个傻子也能看清他的真面目了。晚饭过后，绿茶匆匆而去，我和爸妈相视一笑。那群要债的人是我们从横店专门找来的，演技确实不错。我们演这一出是想让绿茶自己退出。妈，我发现你有影后的天赋，当然我也不忘拍我妈的马屁。我爸一旁附和着，而我哥把绿茶送走后，就黑着一张脸回来了。爸，我们真的破产了吗？紧接着我爸就开始飙演技了。我爸长叹一口气啊，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明天就得搬走了。之前怕你们担心，我一直没说。现在银行已经把我们家的纺织厂收走了，马上这房子也……爸，我马上大学毕业了，我可以挣钱养你们。我拼命挤出眼泪来，我哥也看不下了。爸放心，以后家里我撑着呢。终于说了一句人话，实在不容易。子瑶啊，过2天你先约倩倩爸妈见一面，先把证领了。但是我们家这种情况，就怕倩倩不愿意。我妈说着，泪水哗啦啦的流下来。这样的演技真的让我和我爸自愧不如。妈，你不能这么想，倩倩她和我是真爱，你放心吧。哥马上接话，怕我妈又说出什么亲亲不好的话来。看着他拿起手机就给绿茶打电话，我又一次觉得我哥傻得清新脱俗。不过也是，他要是脑子清楚，绿茶女拙劣的演技在他这里哪会这么受用？不过也怪，从小他被我爸妈保护得太好了，像我一样，上意识在绿茶的讨好下，居然还帮助我哥在我妈面前说好话。现在想起来真想扇自己一巴掌。不过好在还有重来的机会。不过事实证明，还是我小看绿茶了，他居然背后偷偷调查我家，得亏我爸他们早就把资产都变现了，不然肯定露馅了。眼看没有查出什么东西，绿茶到底还是谨慎，拿着孕检单找上我爸。新租的一套郊区的小平层，但一个小院子只有4间房间。他穿着他的高跟鞋走进来，目光就不断打量着我们的院子，脸上的嫌弃隐藏得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看了出来，彼此心照不宣。我哥殷勤地上前扶他，他慢条斯理地走进来。伯父伯母，我怀孕了。他的声音带着委屈。我哥听见，高兴得差点把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子跳塌，凑上前去就抱着绿茶亲了一口。我和我爸妈站在旁边犯恶心。倩倩，太好了，那你先和我们家子瑶把证领了吧，婚礼我们后面一定给你办一个最大的。我妈熟络地握着绿茶的手。阿姨，我喜欢子瑶，不在意这些的。说的情真意切的，要不是上一世见过她的真面目，我都要信了。都有身孕就别站着了，先吃饭，吃完子瑶你就带倩倩去把证领了吧。我爸神助攻，于是我哥拉着脸色有点白的绿茶上桌，看着面前的白菜和土豆，绿茶明显没有了食欲，哥明显愧疚。不行，妈，倩倩这都怀孕了，你也不做个肉。我哥这个没有良心哪儿啊？你也知道咱家这个情况，现在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，有那么多债主追着呢，我还不是想着我们克服一下，争取早点把钱还完，给你和倩倩买个房吗？看着我妈眼泪就要下来，我哥脸一红。倩倩，你问你爸没有，看能不能借伯父一点钱啊，周转一下，
或者让你爸把你们婚房买了也行，买个3室的吧，我们正好照顾你。我爸声音没有了以往的淡漠，但是让我觉得有点好笑。绿茶听完果然脸色更白了。我哥才送他出大门，我们就听到他们吵了起来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得再添一把火。说着，我爸妈赞成的点头，毕竟时间真的不等人，现在就只剩1个月的时间了。对了，爸，你和石叔叔开船学的咋样？一提起这个，我爸就兴奋说道：“差不多了，也不难。再说钱到位了，那些老师傅啥都肯教。过几天我和你石叔叔就打算买船了。”我们还想说点什么，就见我哥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我爸使了一个眼神，带着我妈回了房间。我跟在我哥后面。哥嫂子咋说？小妹，你说咱家真的没钱了吗？现在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我感觉我配不上倩倩了。又被洗脑了，已经开始自卑了。我举着镜子凑我哥面前，哥，你看看你这张脸，你可是当初的校草。再说你现在985毕业，咱家没钱了，你挣个房子还不容易。嫂子他爸就跟咱爸一样，没有啥文化，嫂子也只是初中毕业，最稀罕的就是有文化的了。再说嫂子那么喜欢你，才不会在乎这些东西。在我口干舌燥给我哥建立起自信后，我哥果然拿着户口本出门了。我和我爸妈开着一辆50宏光跟在后面，在绿茶家楼下蹲了半个多小时后，等来了警察叔叔和救护车，然后就看见鼻青脸肿的我哥被 JC 叔叔扣着下来了，而绿茶躺在担架上，白裙子上都是血。接到电话后，我和我爸妈才忐忑地走进了警察局。这一问，好家伙，刷新我们3观。原来绿茶不止和我哥谈恋爱，还和刚刚另一个男的订婚了。我哥去找他的时候遇上了，2个人打了起来。绿茶想来拦，不小心摔了流产了，把我哥保释后，我们匆匆赶到医院，幸好来得及，我拿出来刚刚通过顺来的我哥头发以及他未婚夫的头发，让医生做了亲子鉴定，用钱加急后2个小时出了结果，孩子不是我哥的，也不是他未婚夫的。得知到后，整个人崩溃了，和绿茶撕破了脸，上前就扇了绿茶一巴掌，2辈子加起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么硬气。我高兴的想鼓掌，不过这股喜悦很快就被压了下去，毕竟物资方面我们得赶快了。当我哥这条咸鱼沉浸于失恋情绪中，久久不能自拔的时候，我和石少恒以及我妈穿梭于各大批发市场，报复性消费。我们先是准备把船买好，考虑到后续可能在上面生活的比较久的问题中，我们花了3亿买了一艘豪华游轮，一共3层，每一层将近350平，空间上完全足够了。我爸和石叔叔在找了专业人员，对船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，准备改造一下。首先花费重金把船身加固了一遍，把所有的玻璃都换成了防弹玻璃，说是大炮都轰不开的那种。我随手捡起旁边的碎石，打算试一下效果。小心！就在石头弹回来即将砸上我脸时，石少恒冲过来把我拉入了怀中，石头落在他的肩头，我有点茫然，不知道说什么缓解尴尬的时候，他很快退开，恢复平日里的淡漠。我本着关心一下的态度扒拉他的肩头，他却又退了一步。没事，在他潇洒离去之前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我隐隐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。时间紧张，容不得我多想，我加入了我爸他们的队伍。最终在超能力的驱使下，只花了1周，所有船身和玻璃都被装好了。石少恒这边则是找了装修团队，把每一层都重新刷了最好的防水胶，第2、3层更是整整刷了5、6遍，再把船舱里多余的东西都腾空后，又买了大量防火还防湿的石棉垫铺上。计划这2层就用来存放物资，最顶层则是准备用来住的，也是好好装修了一番，添置了不少高档家具。按我爸的说法是，钱留着没用，所以什么都往最好的装。我觉得很有道理。趁着我爸他们紧赶慢赶的装修，我和石少恒开始准备囤积食物，我妈和石阿姨则是准备生活用品和药品。我和石少恒租了一辆小货车，往最大的批发市场开去。批发市场有一家大型的食品超市，因为做的是批发生意，里面显得很杂乱，但好在所有东西都很齐全。我们先是一人推着2辆车，看见想吃的零食什么的都拿上，装了满满2大车后，我们找到了经理，让他把购物车中我们拿的零食每样都给来上100箱，保质期长的直接来个200箱，方便面、面包之类的更是订了500箱。又拿出一张清单，上面列的是精米、粗粮、面粉、油肉，以及像酱油、醋等各种调味品，以及许多可以长时间保存的罐头、压缩、饼干、糖，甚至于还有各种酒和饮料。经理拿着清单，整个人直接呆住，但是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笑呵呵的应下，不过还是顺嘴提醒了我们一下，要我说你们小年轻开超市。我和石少恒对视一眼，淡定的表示准备捐给山区儿童。经理一听就是看向我们的，目光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给了一个地址，要求3天之内送到，经理连连答应。那是我们特意在靠近港口的一个地方租的仓库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必须得小心。经历了上一世，我知道漠视人性会被无限放大，谁也不知道会招来什么麻烦。之后我们又去菜市场收刮了10几个摊位的新鲜蔬菜，像土豆、红薯等存放时间比较久的，我们直接扫空菜市场所有的货。我们的理念是宁多不要少。我妈那边也没有闲着，她和石阿姨报复性消费，冲进商场给我们所有人1年4季的衣服都买了一个遍，从羽绒服到短袖被子床单，甚至于到内衣裤袜子，2人都考虑到了。而我和石少恒又去了其他批发超市，把卫生纸、卫生巾、毛巾、香皂、洗面奶、洗衣液以及沐浴盐等物品最大限度囤了一遍，最后又冲到化妆品专柜买了几大箱护肤品和防晒霜。这种时候了还臭美。石少恒忍不住吐槽，我踢了他一脚，他反倒是看着我笑了，我老脸一红。你等一下。在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石少恒突然叫住我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买点东西。石少恒说着，脸还有点红，还缺什么？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可以，你在车里等我。
我只犹豫1秒就同意了，反正他的心思我从小就猜不透。他让我等着，我就等呗。20多分钟后，就见石少恒抱着3个没有任何标签的箱子来卸货时，我本想偷偷看一下，谁知箱子早就不见了，这让我觉得很奇怪。正想问，石少恒快速转移了话题，先陆续搬到船上去。我看着眼前堆满物资的仓库，赞同的点头。于是之后，我爸他们3个男的半夜过来，把所用物品偷偷的运上游轮，因为不能动静太大，他们陆陆续续搬了整整1周。这期间，我们也还在疯狂的采购。我到户外用品店里，把所有能用到的工具都买了10套，望远镜、帐篷、手电筒、打火机、衣服、鞋子、背包、防护装备等全部安排上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得是水和电。在海上水的问题很好解决，我们囤了不少纯净水后，买了10套最高配置的净水器，还顺带买了很多容易坏的零件，以便后面坏了还能自己修。电的问题，我爸他们也想好了，正准备装太阳能。考虑到海上的一些因素，石叔叔托人搞来了一批防水还耐用的高科技太阳能板，这样一来，晴天完全够我们自给自足了。不过我还是买了10台柴油发电机备着，但是石少恒还是不放心，后不知道从什么渠道订购了5台可以通过分解海水进行发电的高科技。少恒，你这设备有点高级啊！我爸对此很满意。最后我妈和石阿姨也靠着他们的人脉搞来了不少药、感冒零头包、消炎药等日常生活能用到的药品，堆满了一个屋子。忙碌了1个月，我们2层的船舱基本上堆满，又和船舱高度差不多的货架摆放，所有空间都利用到位。后面陆陆续续又从不少渠道买了快5吨的汽油、柴油作为邮轮的储备资源。忙完这些，离丧尸爆发也只有2周的时间了。我们紧赶慢赶，把所有物资都搬到船上，所有东西准备妥当后，才告诉我哥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下1秒就要打精神病院的电话。爸妈，你们确定你们不是做梦呢？我爸没好气瞪他一眼，以后不要叫我爸，我的智商不是你可以遗传到的。我也懒得和他解释，忙着准备随时跑路，和石少恒一起清点着还差什么东西。我爸和石叔叔空隙时间还买了不少种子，只要市面上有的都买了一个遍，最后甚至于搞来不少果树苗，硬是放满了一个房间。谁知道持续多久，吃的总会吃完的，种子才是最宝贝的。说着带我去看他们船顶的小菜地，我直呼好家伙。最后他们还买了渔网、钓钩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捕鱼工具，甚至给我们每人配备一套农具，说要自给自足，以后咱吃香的喝辣的就靠他们了。我爸和石叔叔骄傲的不行，买芦丁鸡可以下蛋吃，许是我爸他们给的启发，我拉着石少恒买了一窝芦丁鸡回来。这种鸡小，吃不了很多，长得还快，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天天简单吃的生活了。为了提升生活质量，我和石少恒在还剩1周的时候搬了好多书回来，还买了好多硬盘，下满了电影以及一些将来可以用到的学习资料。另一边，我爸和石叔叔坐在一套上好的茶具面前，饮起了茶来。一问才知道，2人今天买了1车的烟酒茶叶回来，最后甚至于搬回了2套顶好的茶具。我突然有一种我们是去度假，不是去逃难的错觉。等安置好一切，我一下子闲下来，这才感觉到疲惫，躺在夹板的躺椅上，我就睡了过去，睡得很香。一觉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了石少恒的床上，而他侧着身躺在我的旁边。我怎么在这里？我喉咙干涩，略微有点忐忑。我抱进来的，停顿了一会，他才解释道：你房间我打不开，我也很累。我咬牙切齿，什么打不开？根本就没锁好吗？气冲冲走了。这天早上，我们发现我哥不见了。我哥不见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就在我妈着急上火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绿茶发来的照片，照片里的人是我哥的侧脸，我瞬间火气上头。石少恒陪我冲到了绿茶家。你说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给你发这样一张照片？石少恒的话让我瞬间清醒，有什么东西从脑中一闪而过。我和石少恒悄然下了楼，把车开去了绿茶家小区对面的巷子里，那里位置极好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小区门口，而他们完全看不到。我们拿起手机给绿茶打电话，语气和以往一样亲切：嫂子，我到你们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绿茶回得很快，挂了电话，等了差不多10几分钟，就见绿茶的身影出现在了小区门口，他身后还带着几个男人，距离不近，但是绿茶时不时就往后看，傻子都知道他们是一伙的。待人更近些后，我脸色一白，这群人的脸化成灰，我都认识，他们就是上一世绿茶带来的人。石少恒握住我冒冷汗的手，紧接着绿茶电话打了过来，缓了好大一会，在电话就快挂的时候，接起来令人作呕的声音传来：林叔，你在哪呢？我过来接你。我在你们小区门口啊，你出来了吗？我强忍着怒意，说着和绿茶掰扯好大一会，才让他确认我是走错了地方。你发个定位，我现在过去接你。绿茶说着就和身后的几个男人使眼色，我这边看得一清二楚，当然不可能同意，假装手机没电，匆匆挂了电话。我哥那个二傻子可能告诉绿茶我们最近的行动了，挂了电话，我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那几个男的是谁？你认识？石少恒异常敏锐，上一世就是他们闯进我家的。3年前他们抢劫是我爸报的警，我简单和石少恒说明情况。上一世他们是趁丧尸爆发从监狱逃出来的，不知道这一世他们怎么提早出来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很担心，还有5天丧尸就要爆发，我们不能丢下我哥，更不能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。他们利用你哥，不会轻易动他，最多让他吃点苦头。石少恒依旧沉稳地说着现在的局势。之后2天我都没有再接绿茶的电话，直到离丧尸爆发还有3天的时候，他先沉不住气了。他这个时候了，
也卸下了他的伪装。我告诉你，你哥在我手里，他已经亲口告诉我你们的打算了，想要他活命，就把你们的邮轮和物资交出来。答应得很爽快，和绿茶约定好时间地点，一个靠近海岸线的破仓库，就是我们之前存货的那个。没想到他们倒是查得很清楚，可惜我让我爸他们早就把邮轮驶离了。我和石少恒一走进仓库，仓库大门就关上了，因为石少恒在旁边，我倒不是太害怕。绿茶依偎在一个一脸横肉的男人身上，我哥像一条死鱼一样躺在地上。我哥看见了我，撕心裂肺的吼：“快走！快离开！”撕心裂肺的哭嚎声响彻整个仓库，还有回声。突然觉得有点丢脸，所以我只轻轻看了他一眼，就抬眼看向一脸得意的绿茶和他旁边那个油腻的可以炒菜的男人。你最好现在就通知你家那2个老不死的，把船送过来，不然我们就在这结果了他。绿茶说着，高跟鞋就踩上我哥的脸，熟练的似乎已经踩了无数次的样子。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我一脸不屑。我不信他，但是信我自己。你以为重来一次我就拿你们一家没有办法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居然也重生了。我很快镇定下来，他即使重生了，但是时间上显然晚了一步，优势还在我这里。同时我也知道现在不好糊弄了，我得想办法拖时间。我哥早已经泪流满面，看着昔日小鸟依人的人一脸的悲痛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我继续装傻。紧接着我对着绿茶一顿说书教育，把他所有的底细当着所有人说出来。在他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时候，仓库后门闪过人影，紧接着就有烟雾弹透下来。在所有人慌了神的时候，我和石少恒捂住口鼻到我哥旁边，我用了我2辈子加起来最大的力气，一脚踹翻绿茶，石少恒则是拽起我哥就找掩体。仓库里紧接着就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喊声。等烟雾散去，一群人早已经被制服。看着英姿飒爽的帽子叔叔，我就想嘲笑绿茶他们的愚蠢，说是末日快来了，但是还有帽子叔叔不是，更何况他旁边的几个男人还是监狱逃犯。当我们和他一样傻，对着帽子叔叔好一阵感谢后，我们正准备离开仓库后方，这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顿感不妙，握着石少恒的手紧了几分。很快，3、4个身上沾满了血迹的人走了进来，或者说他们已经不能算人了，眼睛里只有眼白，整个身子都扭曲成骇人的模样。所有人都吓傻了，一个帽子叔叔上前来查看，瞬间就被3、4个丧尸包围。在哭喊声中，剩余的人纷纷掏出手枪射击，但是子弹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。打头部，我大喊，反应过来的人这才纷纷往丧尸头上招呼，但奈何枪法太差，好几个警察还是都被咬了。眼看情况越来越不好，我和石少恒拽着我哥从一处隐蔽的侧门离开。在我们快靠近海岸线的时候，不知道绿茶什么时候跟了上来。哭嚎着让我哥带上他。我哥狠狠踢了他一脚，他顺势就跪了下来，眼泪不要钱的流。我哥表情越来越痛苦。小妹，她一个女孩子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丧尸就扑了过来，绿茶站起来就往我哥那里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绿茶把我哥推了出去，而我顺势举起铁棍招呼，在丧尸头上，瞬间浓稠的液体溅了我哥一脸。就是这样，也遮不住他脸上难看至极的表情。绿茶脸色也不好看，想过来拉我哥，哥这次却没有再递过去一个眼神。我等着看好戏的时候，殊不知另一只丧尸朝我靠过来。我反应过来时，少恒已经挡在了我的身后，解决掉了丧尸，手里拿着棒球棍的他，怎么看都英姿飒爽。我来不及继续往下想，闺女，我爸声音传来，我快速跑向岸边的船，上船的那一刻才发现石少恒没有跟上来。我迟疑的往后看，就见他神色痛苦的看着我，我转回去拉他，他却推开了我。石少恒，走啊，你干什么？云舒，我一直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说着我已经走到了他跟前，清楚的看见了他手臂上血肉模糊的咬痕，所有的情绪一瞬间充斥着我的大脑，我感觉我不能呼吸了。石少恒把我拥在怀里，我感受着他越来越冷的体温，抬头就看见他惨白的嘴唇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我眼泪不受控制的流出来。你别怕，你会没事的，我们先上船。我颤抖着声音努力说出这句话。你走，帮我照顾好我爸妈，照顾好你自己。远处我爸和石叔叔已经向这边跑来，在石少恒晕过去之前，我主动的再次抱住他，背后越来越多丧尸靠过来，绿茶拼命求救的声音传过来，但是我已经什么也听不到了。彼时我们的船已经在往东南沿海驶去，那是我们早就规划好的目的地，毕竟不知道丧尸什么时候结束，我们也不能一直在海上漫无目的的飘着。东南沿海那边有很多岛屿，方便躲避海浪、台风等一系列危险，也离我国大陆较近，方便随时返回。丧尸提前爆发了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史阿姨更是天天以泪洗面，我每天坐在她的床前陪她，那古劲和从前一模一样。我爸和我妈都来劝我，毕竟我们上一世都见过尸化，被丧尸咬了之后，短短3小时就丧失了理智。所有人都不能确保石少恒最后会怎么样，不让我和他接触，大家都不能接受再失去一个我。但我只是沉默的把自己和石少恒关在了一起，任凭谁敲门都不理睬。在石少恒挺过3小时后，除了高烧之外，没有任何尸化的现象，心中隐隐泛起异样的感觉。在连续3天的观察后，我这
这才打开房门，看见我安然无恙，所有人大松一口气。我妈抱住我，泣不成声。一直高烧的石少恒突然就降温了，傍晚的时候又悠悠转醒，我趴在他的床前，就感觉一双大手轻轻拂过我的脸庞，睁眼就对上他充满宠溺的双眼。宠溺？怎么会是宠溺？我有点不敢相信。云舒，他嘶哑的声音传来，还是那么好听。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差点就要哭出来。我没事，我甚至于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。那我去叫宋叔叔和宋阿姨。我撒腿往外跑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太难看了，不能让石少恒看见，不想下一秒就是落入怀抱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感觉随时都会蹦出来一样。石少恒用胡茬蹭着我的脖颈。云舒，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。接下来20分钟，我听着石少恒缓缓诉说了他暗恋了我13年的事。果然是你先喜欢我的。我挂满鼻涕泪水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那你为什么还和别的女生拉拉扯扯？我想起了那一年的夏天，有点愤愤不平。他突然笑了。那是我一个同系学姐，她喜欢我同学，我牵了线。那你们？虽然我心里俨然有点猜测，但还是想听他说出来。他脸色严肃起来。我本打算你高考完和你表白的，谁知碰到你对着一个男生表白，我很生气，所以让学姐帮我延长戏气你。谁知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直接报了一个北方的大学。3年不见，我以为你真的不喜欢我，一直没敢找你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毕业聚餐玩大冒险，他们硬逼我去跟我们高中男生表白，我喝的有点多，想着先练练手就答应了，没想到一场游戏让我们错过了这么久，我顿时觉得心塞极了。袒露心意后，我有了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。当天晚上的庆功宴上，当着我爸妈石阿姨和石叔叔的面，石少恒不要脸的叫宝贝，所有人脸上都是姨母笑，像早就知道了一样，但还是让我骚得慌。晚饭结束，我就迫不及待找石少恒算账，最后却被他压在舱门上，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都被他用嘴堵了回去。看着他从上一次他单独抱回来的箱子中拿出的东西，有一种早就被饿狼盯上的感觉。最终一夜无眠，我们逐渐放平心态，在海上当起咸鱼。从一开始的晕船到最后，我们都很好的适应了海上的生活。的阳光透过顶层甲板的落地窗，在光洁的油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蜷在石少恒怀里，听着他轻缓的呼吸声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淡淡的海盐与阳光混合的味道，那是末世里最安稳的气息。甲板上，我爸和石叔叔正围着新搭的简易菜园忙碌，翠绿的生菜，油亮的小番茄顺着石棉瓦搭成的支架攀爬。老宋，你看这茬青菜，够咱们吃3天了。石叔叔摘下一颗番茄擦了擦，我妈和石阿姨则在客厅里织着毛衣，茶几上摆着刚泡好的桂花乌龙，两人正笑着讨论给游轮的储物间再装一层防潮板。我哥宋子尧躺在躺椅上，戴着墨镜，手里翻着一本旧书。自仓库那次被绿茶推给丧尸，又亲眼看见他被随后赶来的丧尸撕碎后，他像是一夜之间褪去了恋爱脑，虽话不多，却主动包揽了每天擦拭甲板、检查船舱门锁的活。此刻他翻书的动作顿了顿，忽然坐起身，指着远处海平面。那是什么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去，只见东南方向的海面上隐约浮现出一片黑压压的轮廓，像是一支庞大的船队。石少恒瞬间收起了笑意，拉着我跑向驾驶舱，我爸和石叔叔也紧随其后。随着距离拉近，我们看清了，那根本不是什么船队，而是密密麻麻漂浮在海面上的人，是丧尸。是丧尸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那些丧尸有的穿着破旧的救生衣，有的紧紧抱着断裂的木板，四肢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，浑浊的眼白在阳光下泛着死寂的光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并非静止漂浮，而是在海水中笨拙的滑动，朝着我们的方向缓慢靠近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海上丧尸？我妈声音发颤。石少恒迅速启动游轮的雷达探测，屏幕上瞬间布满了红点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从东南方向朝着我们蔓延开来。他们好像在被什么东西吸引。石少恒眉头紧锁，操控着游轮缓缓转向，试图绕开丧尸群。就在这时，宋子尧突然在甲板上大喊：“你们看下面！”我们低头看向船舷，只见海水里几具丧尸的身体正在发生诡异的变化，他们的手指间长出了薄薄的蹼，皮肤呈现出近似海生物的青灰色，嘴巴里的牙齿变得尖利而密集。其中一具丧尸甚至猛地跃出水面，朝着船舷扑来。虽然距离只够摔回海中，却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们在适应海水。我爸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凝重。之前情报说丧尸无法长时间在海上存活，可现在他们在进化。石少恒不再犹豫，猛地加大油门。石叔叔举着猎枪，对准靠近船尾的一只丧尸扣下扳机，子弹穿透丧尸的胸膛，他却只是顿了顿，依旧挥舞着手臂朝游轮扑来。必须打头部！我爸大喊着，也举起了枪。2声枪响过后，那只丧尸的脑袋被打穿，身体瞬间失去力气，沉入海中。可更多的丧尸已经逼近，他们像疯了一样，用爪子抓挠着船身的钢板，发出滋滋的刺耳声响。有的丧尸甚至借着海浪的推力，猛地跃出水面，朝着甲板上扑来。宋子尧反应极快，抄起身边的消防斧，对着一只跃上船的丧尸狠狠劈下，墨绿色的液体溅了他一身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石少恒的声音从驾驶舱传来：“他们太多了，再被缠上，引擎会被拖累。”我跑到驾驶舱门口，
只见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，正朝着我们缩小范围，而更远处还有一片新的黑浪正在形成。用渔网，我突然想起之前改装的大型捕鱼网。石少恒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操控游轮减缓速度。我爸、石叔叔和宋子瑶立刻跑到船尾，合力将沉重的渔网抛入海中。渔网在海水里展开，锋利的金属片随着船身的移动，在水里划出一道道寒光。很快，海面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嘶吼，不少丧尸的四肢被金属片割伤，失去了游动的力气，渐渐落在了后面。可这只能暂时拖延。没过多久，后续的尸潮就追了上来，他们似乎吸取了前面的教训，不再贸然靠近船底的渔网，而是朝着船头聚集，试图借着海浪爬上甲板。我妈和石阿姨也拿起了早就准备好的铁棍，守在甲板的入口处，一旦有丧尸露头，就狠狠砸下去。宋子瑶则守在船尾，防止丧尸从另一侧偷袭。我和石少恒轮流操控游轮，时而加速，时而转向，试图甩开尸潮的包围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巨浪突然袭来，游轮剧烈摇晃，不少丧尸借着浪势一下子涌上了甲板。其中一只丧尸朝着我妈扑去，石阿姨眼疾手快，用铁棍狠狠砸中她的脑袋。可另一只丧尸已经绕过他们，朝着驾驶舱冲去。小心！石少恒一把将我推开，自己举起身边的金属支架，对着丧尸的脑袋砸去。丧尸应声倒地，墨绿色的液体溅了他一身。可更多的丧尸已经涌上甲板，我们被逼得不断后退，眼看就要被压缩到船舱门口。启动高压水枪，我突然想起游轮上配备的消防高压水枪，之前为了防火，石少恒特意检查过，水压足以冲开成年人。石少恒立刻反应过来，冲向甲板角落的水枪开关，随着哗啦一声响，两道强劲的水柱从水枪里喷出，朝着甲板上的丧尸扫去。高压水柱的冲击力极强，丧尸被冲得东倒西歪，不少直接被冲进海里。我们趁机发起反击，宋子瑶用消防斧劈开靠近船舱的丧尸，我爸和石叔叔则合力将甲板上的丧尸一个个踹进海里。我和石阿姨守在水枪旁，不断调整水流的方向，阻止新的丧尸爬上来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搏斗，甲板上的丧尸终于被清理干净，可海面上的尸潮依旧没有散去。石少恒操控着游轮，借着一股顺风，终于冲出了尸潮的半包围圈，朝着更开阔的海域驶去。我们都瘫坐在甲板上，大口喘着气，身上沾满了海水和丧尸的体液，却没人顾得上清理。突然，宋子瑶指着船尾，他们好像还在追。我们回头看去，只见那片黑浪依旧跟在后面，虽然距离远了些，却始终没有放弃。石少恒皱着眉，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，突然脸色一变，不好，他们在聚集。透过望远镜，我们看到海面上的丧尸正在互相靠近，有的甚至爬上了同伴的身，渐渐形成一座个尸堆。这些尸堆越来越高，像是一座座漂浮在海面上的黑色小山，随着海浪起伏，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一个尸堆顶端，他的身体比普通丧尸高大2倍，四肢粗壮，显然是发生了变异。那是变异丧尸。我爸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。石少恒放下望远镜，脸色凝重。他在指挥那些丧尸，你看，其他的尸堆都在跟着他移动。我们这才发现，所有的尸堆都在朝着那只变异丧尸的方向靠拢，形成了一道更长的黑浪，朝着我们重新追来。而更远处的海平面上，隐约有更多的黑浪正在形成，像是无数双眼睛。石少恒握紧了方向盘，声音沉稳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我们得尽快下班，不然迟早会被他们耗死。就在这时，宋子瑶突然指着前方，那是……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远处的海面像是被墨汁染过，一片漆黑的浪涛正朝着我们快速移动。更诡异的是，那片黑浪上方的天空，云层正快速聚拢，狂风卷着海浪，让海面掀起数米高的巨浪。显然，一场强风暴即将来临。是丧尸群。石少恒脸色一变，立刻冲进驾驶舱，轮船引擎瞬间轰鸣起来，船身调转方向，试图朝着风暴边缘的平静海域驶去。可那片黑浪速度极快，转眼就拉近了距离。我们甚至能看清那些丧尸在浪涛中沉浮的身影，他们的身体似乎变得更加适应了，在巨浪中依旧能保持前进的方向，像是一群被本能驱使的海怪。他们在跟着我们。我爸握紧了手里的斧子，风暴一来，游轮摇晃得厉害，他们很容易趁机爬上来。石叔叔则跑到甲板角落，掀开盖在武器上的帆布，里面是我们用钢管和锋利的金属片自制的长矛，还有10几瓶灌满酒精的燃烧瓶，这些都是为了应对近距离突袭准备。话音刚落，第一堆巨浪就拍在了甲板上，游轮剧烈摇晃，不少人都站不稳，踉跄地扶住栏杆。几只海丧尸借着浪势猛地跃出水面，朝着甲板扑来。宋子瑶反应最快，抄起一根长矛，对着最前面那只丧尸狠狠刺去。墨绿色的液体喷溅而出，丧尸的身体瞬间失去力气，坠入海中，和更多的丧尸接踵而至。他们像是不怕摔的，在浪涛中一次次跃起，朝着游轮的甲板发起冲击。我和石少恒守在驾驶舱门口，手里拿着铁棍，只要有丧尸爬上船舷，就立刻挥棍砸向他们的头部。这是我们一次次对抗总结出的经验，只有击碎丧尸的大脑，才能彻底让他们失去行动力。燃烧瓶，石阿姨的声音从船舱门口传来，她和我妈的端着一个托盘，
上面放着点燃的燃烧瓶。我们接过燃烧瓶，朝着聚集在船尾的丧尸群扔去。火焰在海面上炸开，形成一道火墙，不少丧尸被火焰包围，发出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在水中挣扎着，渐渐沉入海底。但风暴越来越猛烈，海浪像是要把整个游轮掀翻，甲板上的积水越来越深，视线也变得模糊。我们不得不紧紧贴着栏杆才能勉强站稳。甲板上的战斗还在继续，一只体型比普通丧尸大2倍的变异丧尸突然从浪中跃起，重重落在甲板上。他的手臂粗壮如柱，爪子锋利的像镰刀，一挥手就扫倒一边的金属支架。宋子瑶立刻举起长矛刺向他的胸口，可长矛却被他坚硬的皮肤弹开，丝毫伤不到他。打他的眼睛！我大喊着，举起铁棍朝着变异丧尸的头部砸去。他吃痛的嘶吼一声，转身朝着我扑来。石少恒眼疾手快，拿起长矛对着变异丧尸的膝盖狠狠劈下，咔嚓一声，变异丧尸的膝盖被劈开，他踉跄地跪倒在地。宋子瑶抓住机会，将长矛狠狠刺进他的眼睛，墨绿色的液体喷涌而出，变异丧尸终于倒在甲板上，不再动弹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搏斗，甲板上的2只变异丧尸终于被解决。可我们每个人都已精疲力尽，身上布满了伤口和污渍，可风暴却没有减弱的迹象。海浪依旧在猛烈地拍打船身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黄风渐渐变小，海浪也趋于平缓，天边的乌云开始散开，露出一丝微弱的天光。我和我妈、石阿姨忙着收拾船舱，受潮的压缩饼干仔细挑拣分类，药品则锁进防水箱里。石叔叔和我爸坐在驾驶舱旁，对着海图低声讨论。风暴把我们吹偏了10海里。我爸指着海图上的标记，眉头微蹙。不过好处是暂时甩掉了之前追来的丧尸群。石叔叔拿起望远镜看向远处海面，这片海域很平静，没看到丧尸的影子，今天总算能喘口气了。宋子瑶走到石少恒身边，主动请缨。我去瞭望台值守吧，有情况立刻报告。他眼神坚定，不复往日的懵懂。经历了这场风暴里的生死搏斗，这个曾经的恋爱脑少年早已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守护者。石少恒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递给他一把备用的砍刀，注意安全。每半小时喊一声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围坐在甲板的遮阳棚下，海风温柔地吹着，游轮在平静的海面上缓缓航行，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浪痕。石少恒带着我走到船尾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热。今天是这段时间最安稳的一天了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看着天边的晚霞，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，没有丧尸，没有风暴。他轻笑一声，揉了揉我的头发。会的，等我们找到更安全的海域，一定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深夜，轮到石少恒值守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海浪拍打船身的轻柔声响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细微的咔嗒声把我吵醒。我起身走到船舱门口，看到石少恒正站在驾驶舱旁，眉头紧锁地盯着雷达屏幕，神色凝重。怎么啦？我轻声问。石少恒回头示意我过去，密密麻麻的红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靠近，数量比上次风暴中遇到的还要多。他们在朝着我们移动，但速度很慢，像是在随洋流飘过来。石少恒皱着眉头。现在是顺风，要是他们加速，明天清晨就能追上我们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对着大家说，别慌，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连夜检查武器，加固船舷，把燃烧瓶和长矛都准备好，只要我们守住游轮，他们未必能上来。大家立刻行动起来。宋子瑶负责清点弹药，我妈和石阿姨整理医疗用品，我和石少恒则检查船舷的防护栏，确保每一处都牢固可靠。夜色渐深，海面上的黑影带越来越近，隐约能听到丧尸在水中扑腾的声响。甲板上，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，燃烧瓶整齐地摆放在船舷边。石少恒走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虽然紧张，却充满了底气。只要一家人并肩作战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。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，丧尸群距离游轮只有不到1海里了。就在这时，领头的几只丧尸突然加快了速度，他们的四肢在水中滑动的频率越来越快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几只丧尸的背上竟然长出了类似鱼鳍的结构，在水中穿行的姿态比之前灵活了数倍。它们又进化了。阳光渐渐升起，照亮了海面上密密麻麻的丧尸群，它们像一道黑色的潮水朝着我们涌来，而那些进化出鱼鳍的丧尸已经冲到了最前面，看着越来越近的威胁，知道一场新的战斗即将在这片刚刚恢复平静的海面上打响。进化出鱼鳍的丧尸如同离弦之箭，在水中划出一道道银亮的水花，转眼就冲到了我们的船舷下。它们用带蹼的爪子死死扣住钢板，身体像壁虎般快速向上攀爬，浑浊的眼睛里获得疯狂的饥饿。燃烧瓶准备。石少恒站在驾驶舱门口，声音沉稳如铁。我和宋子瑶立刻抱起堆在甲板边缘的燃烧瓶，点燃引线后朝着船舷下扔去。火焰在海面上炸开，形成一道跳动的火墙。靠近的丧尸瞬间被火焰包裹，发出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失去抓力，坠入海中化为火球。其中一只鱼鳍丧尸格外狡猾，借着海浪的掩护，竟悄无声息地爬上了船尾甲板。小心身后！我妈眼疾手快，抄起身边的铁棍狠狠砸向丧尸的脑袋，铁棍应声断裂，
丧尸却只是晃了晃脑袋。打他们的鱼鳍那是弱点。石叔叔对着众人喊道。大家立刻调整战术，石少恒操控游轮不断转向，利用船身的晃动甩落即将爬上船的丧尸。我爸和石叔叔守在船舷两侧，用斧头和钢管精准攻击丧尸的鱼鳍。我和宋子瑶则交替处置燃烧瓶。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海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丧尸尸体，火焰的焦糊味混杂着腥气，让人阵阵作呕。但尸潮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，反而有更多进化出鱼鳍的丧尸从远处赶来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得主动突围。石少恒冲进驾驶舱，快速查看海图。东北方向有片珊瑚礁区，那里水流复杂，丧尸的速度会被限制，我们可以从那里冲出去。石少恒立刻操控游轮朝着珊瑚礁区的方向疾驰，船身猛地加速，将不少扒在船舷上的丧尸甩入海中。可就在游轮即将驶入珊瑚礁区时，一只体型比普通鱼鳍丧尸大2倍的变异丧尸突然从水中跃出，它的背部不仅有鱼鳍，还长着2对短小的翅膀，虽然无法飞行，却能借助风力在海面滑翔。这只飞鳍丧尸径直朝着驾驶舱扑来，爪子狠狠抓在防弹玻璃上，留下3道深深的划痕。集中火力打它的翅膀。石少恒一边操控游轮躲避，一边对着对讲机大喊。我爸和石叔叔立刻爬上甲板的瞭望台，架起改装猎枪，两人屏住呼吸，随着飞鳍丧尸的滑翔轨迹调整枪口，砰砰2声，子弹精准命中丧尸的左翅关节，翅膀瞬间耷拉下来，丧尸失去平衡，却依旧死死抓着船舷，用右翅拍打甲板，试图将更多丧尸扇上船。宋子瑶抓住机会，再次举起精准弩，弩箭带着破空声射向丧尸的右眼，飞鳍丧尸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终于松开爪子，坠入海中，却在沉没前用最后一丝力气将几只普通丧尸扇上了甲板。我和我妈立刻冲上去，用铁棍和斧头将这几只丧尸解决，可甲板上还是被溅满了污血，散发出刺鼻的气味。当我们的轮船终于冲进珊瑚礁区时，水流瞬间变得湍急。石少恒趁机操控游轮在珊瑚礁间穿梭，利用礁石的掩护，不断摆脱身后的尸潮。我爸站在船尾，用望远镜观察着。他们被礁石挡住了，暂时追不上来。大家终于得以喘息，纷纷瘫坐在甲板上。石叔叔的胳膊被丧尸抓伤，我妈立刻拿出消炎药为他处理伤口。石少恒则继续盯着雷达，确保没有漏网的丧尸跟上。我们得在珊瑚礁区休整一下，补充淡水和食物，顺便检查游轮的损伤。石少恒说道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，却依旧坚定。接下来的半天，我们分工合作。石少恒和宋子瑶检查游轮的引擎和船底，发现螺旋桨只是被礁石蹭掉了一小块，并无大碍。我爸和石叔叔则用渔网在珊瑚礁间捕鱼，这里的鱼群格外密集。我和我妈、石阿姨在船舱里熬煮淡水，我们的淡水储备已经见底，只能用海水淡化器慢慢处理。虽然味道有些苦涩，却足以解燃眉之急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在甲板上支起小炭炉，烤着刚捕到的海鱼，鱼肉的香气驱散了战斗的阴霾。深夜，石少恒和我爸轮流值守，我躺在铺位上，远处偶尔传来的丧尸嘶吼却不再像之前那样恐惧。经历了一次次战斗，我们早已学会在绝境中寻找希望。突然，甲板上传来石少恒的喊声：“大家快起来，尸潮绕过礁石了！”我们立刻冲上甲板，只见珊瑚礁区外的海面上，密密麻麻的丧尸正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。这一次，他们不再盲目冲锋，而是分成几队，朝着珊瑚礁的各个缺口包抄过来，显然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。更可怕的是，那只被我们打入海中的飞鳍丧尸竟然还活着。它的翅膀虽然受伤，却依旧带领着一群进化后的丧尸。他们在围堵我们。宋子瑶握紧了手里的精准弩，声音带着一丝紧张。石少恒快速查看海图，眉头紧锁。珊瑚礁区只有一个出口，能通向开阔海域，但那里已经被丧尸堵住了，我们必须冲过去，不然会被他们困死在这里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对着众人说：“大家做好战斗准备，这次我们用精准弩和改装猎枪打开缺口，燃烧瓶垫后，只要冲出去，就能借助开阔海域的洋流甩开他们。”我们立刻行动起来。宋子瑶给精准弩装满箭矢，我爸检查改装猎枪的弹药，石少恒则操控游轮朝着出口的方向缓缓移动。忽然，飞鳍丧尸发出一声嘶吼，尸潮瞬间发起猛攻，无数丧尸朝着船身扑来，有的甚至钻进珊瑚礁的缝隙，试图从水下偷袭。石少恒猛打方向盘，游轮在礁石间灵活穿梭，同时对着我们大喊：“就是现在，开火！”宋子瑶的弩箭接连射出，每一发都精准命中冲在最前面的丧尸头部。我爸的改装猎枪则瞄准飞鳍丧尸，子弹穿透他受伤的右翅。这一次，他再也无法保持平衡，重重的摔在礁石上，被随后赶来的普通丧尸淹没。燃烧瓶如同流星雨般落入尸潮中，火焰瞬间蔓延开来，将出口处的丧尸烧得四散奔逃。冲出去！石少恒将引擎开到最大，游轮如同离弦之箭，朝着开阔海域疾驰而去。身后的尸潮虽然还在追赶，却被我们远远甩在身后。当我们彻底驶出珊瑚礁区，进入开阔海域时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甲板上。可就在这时，宋子瑶突然指着远处的海平面，声音发颤：“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”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片巨大的阴影正在海面上缓缓移动，像是另一群更庞大的尸潮正朝着我们的方向而来。石少恒拿起望远镜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是狮群迁徙，他们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。甲板上的气氛瞬间变得沉重起来。我们刚刚摆脱一场战斗，还没来得及休整，就即将面对更庞大的威胁。石少恒紧握着方向盘，目光反复扫过雷达屏幕，他沉声道：“我们得找片有暗礁的海域休整，能隐藏行踪。”我爸站在船尾，改装猎枪斜挎在肩望着海面，丝毫不敢放松。这片海域太开阔，很容易锁定我们。石少恒战手里捏着海图，眉头微蹙。东南方向有片浅滩，之前海图标记过，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去。
他指着海图上的蓝色标记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期待。但浅滩附近水流慢，容易聚集丧尸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我爸和石叔叔立刻行动起来，在甲板两侧加装临时的钢刺防线，把末间的钢管斜着钉在栏杆上，形成一道密集的尖刺屏障，再用铁丝固定牢，防止丧尸攀附。我妈和石阿姨则在船舱里忙碌，将仅剩的酒精分装到小瓶里，和布条一起塞进纸箱，做成简易燃烧瓶。临近中午，远处的海面突然泛起一层黑雾。邵恒最先发现异常，举起望远镜看了片刻，脸色瞬间沉下来。是丧尸，好多好多，他们在搭法子。我们挤到船头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海面上无数丧尸正抱着木板、屏幕甚至破碎的船板，相互缠绕着形成一个个巨大的尸筏，每个竹筏上都爬满了丧尸，像一块块黑色的浮岛。他们在利用浮木聚集，这样能飘得更远。我爸举起改装猎枪，对准最近的一个尸筏扣下扳机，子弹穿透一只丧尸的头颅，墨绿色的液体溅在浮木上，可其他丧尸立刻补上那个空位，尸筏依旧稳稳地朝着我们靠近。石少恒迅速操控游轮转向，试图绕开尸筏群，可尸筏的数量远超预期。密密麻麻的黑色浮岛在海面上铺开，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让我开了，准备战斗。石少恒的声音刚落，最前面的一个尸筏就撞上了我们的船尾。我爸连续扣动扳机，子弹射向尸筏的筏手丧尸，可尸筏群还在源源不断的涌来，有的丧尸甚至抱着破碎的油桶，借着浪势朝甲板上跳。石阿姨抓起一个燃烧瓶，点燃引线后朝着跳过来的丧尸扔去，火焰瞬间裹住他的身体，丧尸发出凄厉的嘶吼，坠入海中时还带着火苗。用燃烧瓶烧浮木，他们怕火。我妈大喊着，和石阿姨一起搬来更多燃烧瓶，顺着甲板边缘往下扔。石少恒突然眼睛一亮，操控游轮猛地加速，船身朝着变异丧尸所在的尸筏撞去，木板瞬间断裂，丧尸失去支撑，半个身体坠入海中，却依旧试图爬上来。宋子瑶抓住机会，将精准弩的剑尖换成最长的一根钢刺剑，瞄准变异丧尸的脑袋射去。变异丧尸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，终于松开手，沉入海中。剩下的丧尸要么被烧死，要么坠入海中，再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威胁。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抵达那片浅滩。石少恒和我爸先乘救生艇上岸探查，确认没有丧尸后，我们才陆续下船。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，能看到水下细密的沙粒和穿梭的小鱼，与之前满是丧尸的浑浊海域截然不同。沙滩是暖融融的金黄色，双脚踩在温热的沙滩上时，每个人都忍不住舒了口气。这是末日爆发后，我们第一次踏上这样干净安稳的陆地。泉眼在那边，我爸指着礁石群后方，那里隐约能看到湿润的沙土。走近后，果然听到叮咚的水声，一汪清澈的泉水从岩石缝隙中渗出，汇聚成一个小水洼。我妈和石阿姨立刻拿出折叠水桶，蹲在水洼边打水，泉水冰凉甘甜。石阿姨眼睛都亮了，比氮化气处理的水好喝多了，还能多装几桶带回去。分工很快明确下来，我爸和石叔叔负责返回游轮检查设备。之前撞碎尸筏时，船首的钢板有轻微变形，他们要趁着休整的时间加固，顺便清理螺旋桨上缠绕的浮木。我和石少恒则带着望远镜和海图，沿着沙滩往东边走，寻找可能存在的岛屿。按照海图标记，这片浅滩往东百里内应该有一座无人岛。沿着沙滩走了约莫半小时，石少恒突然拿出望远镜递给我，你往东南方向看看，刚才我好像看到一点模糊的轮廓，可能是岛屿。我接过望远镜，调整焦距后朝着东南方向望去，果然看到海平面上有一道淡淡的灰影，是岛屿。我兴奋地喊道。石少恒立刻拿出海图，在上面标记下方位，距离大概80海里，明天早上就能到，不过得确认下周围有没有狮群，避免重蹈覆辙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顺便捡了些干燥的海藻和枯枝，远远就闻到沙滩上飘来的香味。我妈和石阿姨已经把贝类汤煮好了，我爸和石叔叔也从游轮上下来了，手里拿着几块刚打磨好的钢板，大家围坐在看炉旁，捧着搪瓷碗喝着贝类汤。我走到石少恒身边，靠着礁石坐下，看着远处的海平面。你说岛上会不会有危险？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热。肯定会有未知的情况，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总能应对。而且找到岛屿，我们就在那建立安全屋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收拾好东西返回游轮。石少恒启动游轮，缓缓驶离浅滩。我们决定在浅滩附近的海域过夜，这里水流平稳，也方便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夜幕降临时，我们在甲板上点亮了一盏小灯，为了避免吸引丧尸，只敢用最低的亮度。石少恒和我爸轮流值夜，我靠在石少恒身边。就在这时，石少恒突然握紧了望远镜，语气变得凝重。你们看东南方向，那是什么？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原本该是岛屿的方位，此刻竟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光，像有火焰在燃烧，却又没有火光的跳跃。不是火焰。我爸接过望远镜，看了片刻后沉声道，像是红光反射，难道岛上有什么东西？那道红光持续了约莫几分钟，就渐渐消失在夜色中，海面又恢复了之前的漆黑。石少恒将海图重新铺开，手指在岛屿的位置上反复抹撒。不管是什么，明天到了岛上都要格外小心，可能是自然现象，也可能是
其他幸存者留下的信号。我看着漆黑的海面，心里泛起一丝不安。原本以为找到岛屿就是希望，却没想到又出现了新的未知。轮船的引擎在晨光中发出平稳的轰鸣，朝着东南方向的岛屿驶去。那道淡淡的倒影随着距离拉近，渐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。还有20海里。宋子瑶回头大喊，语气里带着期待又紧张的复杂情绪。石少恒站在驾驶舱旁，手里握着海图，时不时对照着实际景象调整航线。我爸和石叔叔则在甲板上检查武器。临近岛屿时，海水渐渐变浅，晨光刚漫过岛屿的山脊，石少恒已经扛着斧头钻进了岸边的沙木林。他选的都是碗口粗的成材木，树干直，韧性好。砍倒后用麻绳捆成捆，再靠肩扛手拽拖回木屋。那座废弃的木屋是今早找到的，屋顶漏着缝，门框也歪了，却已是这片荒岛上最像样的栖身地。木屋前的空地已经被清理出来，我妈和石阿姨正蹲在地上翻土。这里的土够肥，你看还掺着腐叶。我妈捡起一块土块捏碎，里面果然有发黑的腐殖质。游轮上带来的蔬菜种子，今天就能种下去。先种小白菜和萝卜，长得快，20天就能收。石阿姨则在旁边挖了个浅坑，把从海边捡来的碎贝壳铺进去。之前在船上听老渔民说，贝壳粉能当肥料，还能防虫子咬根，咱们试试。晌午的太阳渐热，我提着竹编水壶去给大家送水。石少恒正在屋顶铺棕榈叶，他踩着临时搭的木梯。下午我们一起去海边搭鱼栅，用的是游轮上拆下来的旧铁丝网。我爸和石少恒负责把铁丝网展开，在海湾浅水区打下4根木桩，把铁丝网固定成一个方形。我和宋子瑶则搬来海边的礁石，压在铁丝网边缘。我妈和石阿姨在旁边捡海螺和贝壳。海螺可以煮着吃，贝壳除了做肥料，还能串成一串挂在木屋门口，风一吹就会响，既能当装饰，又能提醒有东西靠近。晚饭是在木屋前的篝火旁吃的。我妈煮了一锅野菜鱼汤，等菜园长出来，咱们就能做蔬菜沙拉了。我妈喝着汤，眼神里满是期待。再攒点鱼干和野菜干，冬天也不怕饿肚子。入夜后，篝火还没灭，石少恒和我爸在打磨工具，明天还要去山林里砍更多的木头。我从没想过能在一座荒岛上拥有这样的家，没有丧尸的嘶吼，没有逃亡的紧张，只有家人的笑声，篝火的暖意，还有对明天的期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荒岛每天都在变样。木屋装上了竹篾边的门，菜园里的小白菜冒出了嫩绿的芽。我妈每天都会去浇2次水，还会蹲在菜畦旁看半天。我爸用游轮上的旧木箱做了几个储物箱，我们还在木屋旁挖了个蓄水池。这天下午，宋子瑶在山涧旁发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锹，木柄已经腐烂了一半，却还能看出是人工打造的。以前这里有人来过。我爸捡起铁锹，擦去上面的泥土，说不定以前有渔民在这里歇脚，或者有人生存过。这让我们心里多了几分期待，或许这座荒岛并非一直荒芜。第二天早上，石少恒和我爸扛着木头从山林里回来，他们要给木屋加1道围栏，用粗木头做立柱，既能挡住山林里的小动物，也能让木屋更安全。今天在山林深处看到了些奇怪的痕迹，石少恒放下木头，地上有被踩扁的灌木，还有几个比手掌大的爪印，不像是兔子或野猪的。我爸也跟着补充，爪印边缘很锋利，像是某种食肉动物，而且痕迹是新的，应该昨天或今天留下的。中午吃饭时，木屋的气氛比平时沉了些。石少恒把爪印的形状画在木板上，边缘有4个尖锐的印记，中间还有模糊的掌纹。以前在船上看动物图鉴，没见过这种爪印，可能是荒岛特有的生物。我爸接过话，晚上我和少恒轮流守夜，再在木屋周围挂几个空罐头，有东西靠近会响。下午我们分头行动，石叔叔和我爸继续搭围栏，我妈和石阿姨则留在木屋整理物资。我和宋子瑶去海边检查鱼栅，走到鱼栅旁时，我发现了不对劲，昨天还完好的铁丝网有一处被撕开了一道小口子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还在沙滩上看到了一串奇怪的轨迹，不是动物的爪印，也不是我们的脚印，像是某种东西在沙地上拖行留下的痕迹，一直延伸到山林边缘，消失在灌木丛里。把鱼栅的情况告诉石少恒后，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活，带着我爸去海边查看。回来时，两人脸色都不太好。铁丝网的缺口是被硬生生咬开的，说明那东西的牙齿很锋利，而且沙滩上的拖痕像是某种大型东西的尾巴扫过的痕迹。石少恒说着，把一把磨好的砍刀递给我，以后出门都带上武器，别单独行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异常越来越多。先是储存的野菜干少了半袋，然后是夜晚守夜时，石少恒听到山林里传来奇怪的低吼，像是某种生物在警告，声音低沉，能震得人耳朵发麻。我们不得不加快防御的进度，围栏加了一层再造刺的竹条，木屋的门窗都用厚木板加固。这天傍晚，我和我妈去菜园浇水，突然看到一只野兔从山林里窜出来，慌慌张张地跑过围栏外。紧接着，山林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，灌木丛被拨开，一道黑影闪过，速度很快，比鹿还快。只能看到是黑色的，体型和小牛差不多，身上似乎还长着短毛。快进木屋！我妈拉着我就往回跑，心跳得飞快。刚跑进木屋，就听到围栏外的风铃叮铃哐啷响起来，伴随着一阵低沉的嘶吼。石少恒和我爸立刻抄起砍刀和猎枪冲出去，外面的嘶吼声持续了几分钟，就渐渐消失了。石少恒和我爸在围栏外查看，发现一根竹条被撞断了，地上留下了几个深深的爪印，还有几滴黑色的液体。他被竹条划伤了。好了，石少恒回来时，手里拿着一块沾着血的竹条，但他肯定还在附近，我们得更小心。凌晨时分，
守夜的我爸突然轻轻敲了敲我的房门，我揉着眼睛起来，跟着他走到木屋门口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远处的山林边缘有几点微弱的绿光在闪烁，像是萤火虫，但比萤火虫亮，而且一直在移动，朝着木屋的方向。是那东西的眼睛。我爸压低声音，不止一只，有好几只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叫醒石少恒。我们拿着武器躲在木屋的窗户后，看着那几点绿光在围栏外徘徊，他们没有靠近，只是在远处绕圈，像是在观察，又像是在等待。过了约莫半小时，绿光渐渐消失在山林里，只留下夜风吹过围栏的沙沙声。天快亮时，我们在围栏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一块被啃得只剩骨头的兽骨，上面还有齿痕，和咬断铁丝网的齿痕很像。石少恒蹲在地上，仔细看着兽骨，脸色凝重。它们不是普通的野兽，好像有智慧，知道避开我们的防御。我们站在围栏旁，看着远处平静的山林和海面，第一次觉得这片我们亲手搭建的家园，周围似乎藏着看不见的眼睛，而那些未知的危险正悄然潜伏在每一个夜晚，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除了继续建设家园，还要随时准备面对那些隐藏在山林里的未知威胁。而这场在荒岛的生存之战，或许才刚刚开始。清晨的雾还没散，宋子瑶就攥着小铲子往菜园跑，可刚到菜畦边，他就愣住了。3棵刚牵藤的黄瓜苗被拦腰踩断，嫩绿的藤蔓垂在地上，沾着泥土和几滴液体。旁边的萝卜畦里，土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只留下几个深深的爪印，比之前看到的还要大一圈。爸，你们快来看！宋子瑶的声音带着急颤。我们赶到菜园时，雾气渐渐散开，阳光下的痕迹看得更清楚。那液体不是血，更像是某种粘液，粘在黄瓜苗的断茬上，爪印周围还有细碎的黑色长毛混在泥土里，粘起来硬挺挺的，凑近闻有股淡淡的海腥味。是昨晚那东西干的。石少恒蹲下身，用树枝拨开爪印里的泥土，发现爪尖的痕迹深达半指。它能跳过围栏附近的竹刺，说明弹跳力很强。我爸则走到菜园旁边的灌木丛前，指着被压弯的枝条，他是从这里进来的，绕开了我们挂的风铃，很聪明。接下来的半天，我们一边清理菜园的狼藉，一边加紧加固防御。石少恒和我爸在围栏外挖了半米深的沟，里面插满削尖的竹桩，竹尖朝上，再用树枝和干草盖住，做成简易陷阱。我妈和石阿姨在木屋门口堆了几捆干燥的艾草和棕榈叶，万一有东西靠近，就能点燃当火把。艾草燃烧的烟味大，或许能驱赶那未知生物。中午吃饭时，宋子瑶突然想起什么，放下碗筷跑回木屋，拿出之前在山涧旁捡到的旧铁锹。你们说，以前在这里住的人会不会也是被这东西赶走的？这话让大家都沉默了。如果那生物真的长期盘踞在岛上，那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比丧尸更难对付的对手。毕竟丧尸没有智慧，可这东西却懂得躲避陷阱，绕开警戒。下午去检查鱼栅时，又发现了新的异常，之前被撕开的铁丝网缺口扩大了1倍。我爸看着海面上的波纹，语气里满是惊讶。之前以为的只在山林，没想到还能去海边。石少恒沿着海边的沙滩往前走，发现了一串断断续续的脚印，一直延伸到深海区，被海浪渐渐抹平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把所有能移动的物资都搬进了木屋，还在木屋的窗户上钉了一层薄铁皮，只留下能观察外面的小缝隙。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山林里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低吼。今晚我和老师守上半夜，你们下半夜轮班。我爸把改装猎枪放在身边，但已经装满。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别轻易出去，先观察清楚。宋子瑶突然举起手，我也想守夜，我能帮着看风铃，还能递火把。石少恒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但你得待在屋里，不能出去。上半夜很平静，只有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。石叔叔坐在门口，手里拿着砍刀，耳朵贴在门板上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我爸则拿着望远镜，偶尔对着山林的方向看一眼。快到午夜时，突然一阵急促的叮铃哐啷声响起，是围栏东边的风铃，比平时响得更剧烈，像是有东西狠狠撞在了围栏上。紧接着传来一声尖锐的嘶吼，还有竹桩断裂的擦嚓声。他掉进陷阱了。石叔叔猛地站起来，握紧砍刀，却没有开门。再等等，看有没有其他的。几分钟后传来扑通一声，我们趴在窗户的小缝隙往外看，围栏边的陷阱被踩塌了一片，地上留下了一大滩粘液。他跑了，可能跳进海里了。我爸放下望远镜，语气凝重。陷阱只伤了他，没困住他。下半夜我们不敢再掉以轻心，石阿姨和我妈守在窗边，我则和宋子瑶一起整理应急物资，把医疗箱、武器和干粮放在门口，万一有情况能立刻拿上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时，我们才松了口气。这天下午，我和石少恒去山林里捡柴火，特意绕开之前发现爪印的区域，只在边缘活动。突然，一阵轻微的沙沙声从旁边的灌木丛传来，我们立刻握紧武器，屏住呼吸。灌木丛被拨开，一只小鹿窜了出来，看到我们后慌慌张张地跑了。它的后腿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伤口周围的毛发被粘液粘在一起，显然是被那生物抓伤的。我们顺着小鹿跑开的方向看去，远处的山林深处，隐约有一道黑色的影子在移动，速度极快，转眼就消失在树林里，只留下一阵低沉的嘶吼。石少恒拉着我往回走，脚步很快。这片山林是他的地盘，我们越靠近，他的攻击会越猛烈。我们坐在木屋前，看着远处平静的海面和茂密的山林，手里握着武器，心里却比之前更坚定。傍晚时，宋子瑶突然指着海边的礁石，声音透着好奇：“少恒，你看那是什么在反光？”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夕阳下，一块礁石上有片银亮的东西，像是金属碎片。石少恒走过去捡起来，那东西巴掌大，边缘带着弧度，表面光滑。我爸凑过来看，边缘有磨损，像是从什么东西身上掉下来的。我们把鳞甲收好，没太在意，只当是海边常见的奇怪贝壳。石叔叔突然想起什么，这鳞甲会不会是那生物的吧？石少恒拿着鳞甲对着光看了看，若有所思。说不定是，要是有鳞甲，
难怪柱桩只能划伤他。入夜前，我们做了充足准备，木屋门口堆了5、6个点燃的火把。石少恒和我爸坐在门槛上打磨着新做的竹矛，我们都不敢掉以轻心，直到第2天早上他都没有出现。平时我们只在森林边缘捡柴，从不敢往深处走。上次宋子瑶在边缘捡到一只受伤的小野兔，说听见林子里有低沉的嘶吼，当时还以为是普通野兽。我们顺着爪印往森林方向走，落叶层上的痕迹越来越清晰，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深爪印，偶尔能看到被踩碎的野果。一棵老树干上有明显的磨爪痕迹，树皮被刮得斑驳，显然是生物常来磨爪的地方。走到森林边缘的开阔地时，爪印突然消失在茂密的藤蔓后，那里枝叶交错，像一道天然的屏障，隐约能看到藤蔓间有个半人高的空隙，像是生物进出的通道。森林里藤蔓多，视野差，进去容易被偷袭，咱们把它引到开阔地再动手。接下来的半圈，我们分头准备。石叔叔和我爸把竹矛改成火矛，点燃后既能烧又能刺。我和宋子瑶跟着我妈做燃烧瓶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把新鲜的海鱼摆在森林边缘的开阔地，大家躲在旁边的灌木丛后，手里攥着武器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不一会听见林子里传来沙沙的响动。藤蔓被轻轻拨开，半人高的身子裹着细密的银蓝鳞甲，4条腿粗壮有力，爪子尖得像小刀，警惕的左右张望，鼻子时不时动一下。他试探着往前挪了2步，见没动静，才低下头要叼鱼。动手！石少恒突然喊了一声，我爸扔出燃烧瓶，火焰轰的在生物脚边炸开，他吓得往后跳，尾巴不小心扫到旁边的灌木，枯枝瞬间被拦腰折断。可他没跑，反而红着眼朝我们扑来，刺他的肚子。鳞甲包，石少恒举着火矛冲上去，把火矛狠狠刺进他的肚子。生物发出凄厉的嘶吼，转身想往森林里逃。我爸立刻举起改装猎枪，砰的一声，子弹擦过他的后腿，虽然没伤到骨头，却让他踉跄着摔在地上。石少恒趁机冲上去，又补了一火矛，这次刺得更深。物挣扎了几下，绿茵的眼睛慢慢失去光泽，终于不动了。我们瘫坐在地上，浑身是汗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宋子瑶兴奋地跳起来，石少恒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落叶，先别松劲，去森林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。我们跟着藤蔓间隙往森林里走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一个简陋的巢穴，用干草和羽毛铺在大树的树根下，周围散落着几块啃剩的兽骨，没有其他生物的痕迹。确认只有这一只后，我们把生物的尸体拖到海边，扔进了深海，怕留在岛上会引来其他野兽，也怕腐烂后有异味。回到木屋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，喝着汤，聊着刚才的战斗。我爸说，开枪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就怕打偏。石少恒笑着说，幸好大家配合得好，才能这么快解决它。之前的紧张终于烟消云散，最大的威胁终于没了。第2天清晨，我妈和石阿姨已经在厨房忙活了。吃过早饭，大家分头干活。我和宋子瑶跟着我妈修菜园，宋子瑶负责扶植歪倒的竹架，用麻绳绑得结结实实，还特意多缠了几圈。我妈重新翻松萝卜畦的土，又补种了几颗小白菜。我则蹲在黄瓜架旁，把没断的藤蔓轻轻牵到竹架上。石叔叔和我爸去修鱼栅，我爸还挖了个小坑，种了几棵从海边挖来的红树林小苗，说等小苗长大能挡住海浪。石阿姨留在木屋收拾屋子，她把堆在角落的物资分门别类摆在木架上。中午的时候，菜园和鱼栅都修好了。宋子瑶捧着竹篮，拉着我去后山摘野草莓。后山的草莓藤长得茂盛，红彤彤的果子挂在藤蔓上。宋子瑶摘得不亦乐乎，竹篮很快就满了，她却还舍不得停手，多摘点，回去做草莓酱，冬天就能吃了。摘完草莓往回走时，我们在森林边缘发现了意外惊喜，几只刚破壳没多久的小野鸡躲在草丛里叽叽喳喳叫着，身上的绒毛还是黄色的，看起来像是找不到妈妈了。宋子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捧起来，小野鸡在她手心里瑟瑟发抖。我们把它们带回木屋养吧，等它们长大就能下蛋了。回到木屋后，宋子瑶每天都去菜园摘嫩菜叶喂它们，还偷偷把自己的饼干碎分给小野鸡吃。没过几天，小野鸡就不怕生了，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下午的时候，石少恒和我爸开始给木屋加小阳台，他们从森林里砍来几根粗壮的杉木，锯成合适的长度当支架，钉在木屋侧面。傍晚时分，阳台终于做好了，我们搬了几个木凳坐在上面，看着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，海风吹过。我妈端来刚煮好的野菜鱼汤，大家围坐在阳台边喝着热汤，心里满是踏实。这片荒岛终于有了家的样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荒岛的家园越来越热闹，菜园里的作物长得越来越好，小白菜绿油油的，随时能摘来炒菜。黄瓜架上挂满了黄瓜，每天都能摘几根当水果吃。宋子瑶种的小番茄也结了果子，我妈还在菜园边种了几颗南瓜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去森林里探险，宋子瑶总能找到好玩的东西，形状奇怪的石头，颜色鲜艳的野果。我妈会采摘可食用的野菜和草药，草药晒干后放在医疗箱里，万一有人感冒发烧，就能派上用场。石叔叔和我爸则会砍些木头，用来修补木屋或者做新家具。这天傍晚，我们围坐在阳台的木桌旁，我想回大陆看看。我爸突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让喧闹的餐桌瞬间安静下来。我妈没说话，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复杂。咱们在这岛上安稳了，可老家那边不知道还有没有亲人活着，也想看看外面的丧尸是不是还那么多，有没有安全的聚居点。他看向石叔叔，老师，你之前说过你妹妹在沿海的镇子上，咱们俩一起去，开轮船去，快去快回，最多半个月。石叔叔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，眼里闪过一丝期待。我早就想回去看看了，就是怕给大家添麻烦，咱们俩去，正好互相有个照应。石少恒皱起眉头，轮船虽然修过，但跑远途还是有风险，而且大陆那边情况不明，
万一遇到失权或者坏心眼的人。我知道有风险，我爸打断他，语气坚定。但不看看，我心里总放不下。咱们在这岛上再安稳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。要是能找到安全的聚居点，以后咱们也有个退路。要是亲人不在了，我也能了个念想。我妈轻轻拍了拍我爸的手背，去吧，注意安全。我们等你们回来。她转头看向石少恒，少恒，你帮着检查下，看看需要补什么物资，咱们多准备点，别让他们在路上受委屈。石少恒点了点头，没再反对，只是语气里带着担忧。我明天就去检查船的引擎和燃料，再准备些燃烧瓶和弩箭，万一遇到危险能用上。咱们约定个信号，要是顺利，回来的时候放2发绿色信号弹；要是遇到麻烦，就放红色的，咱们也好想办法接应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们都在为我爸和石叔叔的出行做准备。石少恒和我爸拆开轮船的引擎，仔细检查每一个零件，还换了新的机油。我妈和石阿姨则在整理物资，还准备了足够的淡水，用大木桶装在船上。医疗箱里塞满了消炎药、绷带和止痛药。石阿姨还把之前收集的草药分成小包，写清楚用法。出发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在阳台烧了篝火。石少恒拿出一张手绘的海图，在上面标记出航线。从这里出发，沿着海岸线走，避开之前遇到失罚的海域，到这个港口靠岸。那里以前是渔业码头，应该能停船。他指着海图上的一个红点，要是遇到危险，就往这个浅滩躲。咱们之前去过，没什么危险。我爸把海图叠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又拿起一把磨好的砍刀，别在腰上。放心，我们会小心的。你们在家也别大意，晚上关好门窗。第2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就陪着我爸和石叔叔去了码头。轮船静静地停在海面上，船身被晨雾笼罩着，像一头沉睡的巨兽。石少恒帮他们把最后一袋物资搬上船，检查了一遍船舵和引擎，都没问题，燃料够跑来回的。遇到情况别硬拼，安全第一。我爸和石叔叔上船，解开锚链，引擎启动的声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轮船缓缓驶离码头，我们站在岸边挥手。我妈用手擦了擦眼睛，却还是忍不住看着船影越来越小，直到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海平面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依旧按部就班的生活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石少恒每天都会去码头看看，用望远镜眺望海平面，望着那片连接着荒岛与大陆的海面。风从远方吹来，带着海的咸香，带着未知的味道。